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让杨幂、赵丽颖、刘诗诗、刘亦菲争了10年，一番大女主究竟有何魔力？同样是古偶，主演粉几家欢喜几家愁。几位90花已经稳拿一番待遇，85花粉丝还在看色块认大女主，为剧组模糊番位集体罢工维权。比出走半生归来仍拍古偶更让人唏嘘的是，10年过去了，85花们还在争大女主。大女主待遇卷起来了，85花们杀回古偶了。赵丽颖接拍《与凤航》，杨幂出演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，刘诗诗官宣《一念关山》，刘亦菲的《长陵》也已经在筹备中。虽然还没开拍多久，但已经腥风血雨过好几轮了。一念关山开机当天，刘诗诗微博宣布暂停营业的话题就登上了热搜。原因是剧集官微在开机时，把女主角刘诗诗和男主角刘宇宁的名字放在了同一行，但2个月前的官宣微博中，刘诗诗的名字有单独一行，和男主演的名字明确隔开。加上群像海报上刘诗诗不够突出，平台剧封一开始用了男女主双人海报等等操作，刘诗诗粉丝觉得剧方在模糊番位，这才集体罢工，试图维权。同样追求细节的还有杨幂粉丝。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的平台招商会海报中，杨幂饰演的角色人物以红为底色，龚俊饰演的男主以蓝为底色，粉丝精确画出了红蓝2块区域，以此作为杨幂是一番大女主的证明。男女主演的粉丝吵得不可开交，更多番位相关的细节也被挖了出来，比如开机图中杨幂处在对角线中心汇合处，开机仪式上杨幂在 C 位插香，龚俊在边角处插香。看完只想说，现在都这么严谨了吗？所以粉丝如此执着的一番大女主牌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不少网友提名杨紫长相思作为正面例子，单行官宣，招商会只放了杨紫一个人的物料，海报卡点1106杨紫生日，而且杀青之后杨紫比其他主演都要多一张单人海报。白鹿、张凌赫主演的《宁安如梦》也是如此，海报上女主白鹿是视觉中心，作为第一领衔主演独占一行，故事也完全是围绕着女主展开的。虽然粉丝讲究这些，但在路人看来都是无效努力。饭圈之外，还有多少人在乎一部剧是不是大女主？85花能享受怎样的一番待遇，和剧集最终的品质有必然联系吗？85花曾经的天选大女主，和所有大女主剧里的主角一样，85花们也曾是那个天选之女。2011年至2014年，恰好是国内网络视频行业起飞的阶段。根据艾瑞统计数据，2011年中国网络视频市场规模同比增长 99.9%。这期间，小荧幕上大女主正火爆，杨幂、刘诗诗、赵丽颖等靠着宫锁心玉、步步惊心、陆贞传奇飞升，吃到了电视台制霸时代的最后一波红利，成为有国民度、有观众缘的新生代女演员，树立了大女主的概念。顶着高收视率光环的85花，也顺理成章成为了视频平台的香饽饽，站上了流量风口，拥有了一批死忠粉。时也，命也，她们精致漂亮，又区别于此前孙俪、蒋勤勤等正剧大青衣们，自带适配偶像剧的少女感。赶上了好时候，也不需要奖项傍身或者奢侈品品牌的青睐，靠外形、话题或者综艺表现就能拿下古偶大女主。剧里主角光环耀眼，所有男人都爱她。剧外85花们站上风口，做流量时代的话题女王。她们终结了4弹双冰时代的实际比拼，转而开启代言数量、代言 title 和杂志封面数、销量的 battle。在拍戏这项主业中，高产如劳模，
为他们而码的大 IP 加流量大女主项目多到数不清。但风风雨雨10年过去，85花的处境也和古偶大女主一样陷入停滞。一边标榜成长独立的大女主单于儿女情长，被频频吐槽玛丽苏的千层套路，看得观众审美疲劳。据统计，仅2017年就有20多部大女主剧播出或立项，这其中评分最高的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豆瓣7.2分，评分最低的《孤芳不自赏》仅3.2分。另一边，在职场剧碰壁，被电影圈退货的85花，走回古偶的老路后，前有狼，后有虎。周迅、章子怡甘愿下凡，迪丽热巴、杨紫、白鹿、赵露思等90花纷纷冒头。在85花忙于拍戏、生子、结婚又离婚的这几年，新面孔不断出现，有点过时，但百拍不厌。可即便如此，85花和古偶仍是彼此的优选。过去的几年里，85花尝试了悬疑剧、正剧等，转型遇阻。制片人阿黛化名告诉搜狐娱乐，要像赵丽颖遇到《幸福到万家》这样的大女主加现实主义题材加名班底，既看实力也看运气。现实主义题材相对更看重男演员的表现，流量型女艺人通常不担当核心角色。以近期在播的大考底线为例，剧中老戏骨尤其多，流量型艺人屈指可数。85花们即便参演这类剧集，也只能镶边。但古偶市场对85花的认可度颇高，在大女主古偶里，她们是绝对的核心。在这片舒适区里，她们有爆款代表作，有忠实观众，也有赛道头部地位。相应的，这类角色带给他们关注度高，商业价值也高。所以对于中流量轻奖项的85花来说，演古偶大女主比去正剧里给男演员做配性价比更高。而古偶又是百拍不厌的常青题材，古偶 IP 多，剧本多，一直以来拿到的投资也多。阿黛透露道，古偶题材基本盘够大，加上所有男人都爱大女主的造梦故事依然有人买账，所以直到现在，市场依然对大女主爱得深沉。明年待播古偶中，不只有狐妖小红娘、月红篇与凤航一念关山，还有长月烬明、长相思、安乐传、宁安如梦等剧。但85花还能收复失地吗？难说。虽然85花们优势明显，比起90花，既有粉圈关注，又有庞大观众群，但国产影视作品留给30加女演员的选择并不多，同质化的古偶也不太可能磨练出演技来。更何况，古偶大女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过时的。故事发生的时空总被落后的思想观念统治，主线必定是爱情，男性凝视始终存在，大女主的终极目标是嫁得好。但现在的核心观众群体里，有多少是希望嫁得好的？梦华录被吐槽价值观就是例证。加上男主更容易吃到古偶红利。从往期的剧集来看，古偶对男性主演的加成颇大。锦衣之下的任嘉伦琉璃的诚意苍兰诀里的王鹤棣、张凌赫都有不同程度的飞升。对于早就打下江山的85花来说，要再靠一部古偶大女主更上一层楼太难了，可能需要剧集有开天辟地的创意吧。